大家好，欢迎来到神性空间。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越认真学显化的人，反而越焦虑；越努力观想的人，现实却好像越没有改变。你可能已经做了很多事，每天正向思考，反复观想，告诉自己要相信，要保持高频。但老实说，如果显化真的只是多想几次，感觉强烈一点，那世界上应该早就没有匮乏这件事了。问题其实不在你不够努力，而是我们一开始就误解了显化到底是什么。今天这一集，我想带你回到一位100年前的显化大师内维尔·戈达德 （Neville Goddard）。他并不是在教你如何向宇宙下订单，也不是在教你用意志力改变现实。事实上，他讲的显化和现在多数人理解的显化几乎完全不同。内维尔反复强调一句话：感受是显化的秘密。但他说的感受不是情绪高涨，不是假装快乐，更不是在现实还没发生前用力说服自己已经成功。他真正指向的是一件事：你此刻所处的意识状态才是真正创造现实的源头。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特别强调，在即将入睡前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刻，重塑潜意识比任何白天的努力都更有效。如果你过去觉得显化很难、很累，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那很可能不是你不行，而是你从一开始就被教错了方向。接下来这一集，我会带你真正理解内维尔到底在说什么。他为什么把关键放在潜意识，以及这套100年前的观点如何与我们今天理解的脑波意识状态产生精准的对应。当我们提到内维尔·戈达德，你可能会想到观想这2个字，或者听过一句话：感受是显化的秘密。但这只是表面，真正理解内维尔的人才知道，他整个思想体系比我们平常理解的心灵技巧要深得多。内维尔生活在20世纪中期，一个没有网络、没有社群媒体的年代。他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宗教家，更不是一个单纯的成功学老师。他是一个意识实验者，用自己的人生和无数学员的经验去探索人类意识如何影响现实。在他的著作里，核心观点很简单，但又极为深刻：我们的外在世界只是内在状态的投射。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却完全颠覆了我们习惯的因果思维。大多数人以为先做、先行动，然后才能改变世界。内维尔告诉我们，顺序其实反过来，先成为你想要成为的那个状态，外在世界才会跟着改变。换句话说，显化不是在外面努力做，而是在内在成为。而这个成为不是理智上的想象，也不是刻意喊出肯定句就能达到的状态，它是一种内在的感受，深层的意识状态，在潜意识中建立稳固基础。也正因为这样，内维尔才会强调想象力的重要性。不是你在现实中看得到、摸得到的想象，而是意识里的实际感受。想象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内在状态的塑造。当你真正去感受自己已经拥有某件事物时，潜意识开始接受这个状态为真实，外在现实就有可能随之反应。值得注意的是，内维尔并没有直接提到破除小我这个观念，他只要求你暂时放下对现实的执着，放下怀疑与抗拒，进入一种放松、允许、内在已然成真的状态。这种状态本质上就是我在先前显化影片中多次谈过的放下小我，临在当下，专注内在频率对齐，高我与宇宙合一，让共识性自然展开。也就是说，内维尔所说的感受和想象力的运用，其实和本频道中建立的显化模型高度契合。他提供了一个方法性的切入点，也就是在入睡前用想象力重塑潜意识。而我之前的脑波影片
以解高过为什么这个时刻最容易进入 alpha 到 theta 连通的状态。所以今天我要特别强调，内维尔并不是教你怎么逼现实改变，而是教你如何进入一个潜意识愿意接受的状态。这种状态既不是来自小我努力，也不需要焦虑，它是深度放松下的创造力流动。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个概念和脑波科学做连结，解释为什么入睡前的那几分钟会比你白天花10倍心理观想还要有效。而且我们也会看到这个方法是如何呼应本频道之前的影片感受是灵魂的语言的核心概念。我们的潜意识和灵魂都在用感受，而不是文字或理智去对应创造现实。如果说内维尔的核心秘密在于感受和想象力，那么他为什么特别强调一个非常特定的时间点，入睡前呢？他称之为 state akin to sleep， 简称 SET 状态，也就是接近睡眠但仍保有微弱觉知的那种意识状态。这个时刻的特别之处不仅仅是心理上放松，更有非常明确的脑波基础。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人类的脑波随着意识状态会有不同频率变化。清醒专注的状态主要是贝塔波，放松但仍清醒的状态则会进入 alpha 波。较深的冥想、潜意识活动活跃时会出现 theta 波。深度睡眠，特别是修复身心的阶段，则是 delta 波。本频道已有深入介绍各种脑波的功能，强烈建议大家前去观看。而内维尔所说的入睡前那几分钟，实际上就是 alpha 波稳定，同时开始与 theta 波连通的黄金窗口。我在之前脑波影片中介绍过的 alpha 桥理论，正好可以解释这个现象。alpha 波是一座桥，将清醒意识与潜意识连接起来。theta 波则是潜意识活动最活跃的脑波区域。在 alpha 与 theta 交界的状态下，潜意识最容易接收你内在状态的印记。换句话说，在入睡前，你的大脑自然而然放下了小我的防卫机制，对抗、怀疑、焦虑都暂时消失，潜意识的大门打开。想象力可以直接塑造内在状态，而不被理智干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白天努力观想，效果却不明显。白天的贝塔波活跃，理智和小我一直在监控现实，潜意识反而抗拒或忽略这些观想。入睡前 alpha 波启动，连同 theta 波，潜意识开始相信你已经是那个状态，显化的速度自然提升。而这也完美呼应内维尔所说的核心，感受就是秘密。当你在入睡前感受到自己已经拥有某件事物的情绪、满足与安全感时，潜意识不再分辨真假，它只接受这个状态为真实，开始塑造外在现实的映射。更重要的是，这种入睡前的想象力不是小我一想。小我的想象力通常带有焦虑、渴望或者想控制现实的动机，而内维尔讲的想象力是在 alpha 与 theta 连通的放松状态下，神性本源透过你运作的创造力。这种想象力既深刻又精准，能在潜意识中建立强烈的已然如此的感受。你可以把这个状态想象成一个高效率的内在编程时刻，你心中感受到的状态像指令一样被写入潜意识。这个过程不需要操控现实，不需要勉强自己去相信什么，潜意识自然接受，外在世界随后逐步反应。如果你回想起本频道之前的脑波影片，我们曾提到过 alpha 波和 theta 波的交界是心灵与宇宙同步的桥梁，是创造力最自由的时刻。这正是内维尔一再强调入睡前观想的科学支撑。它让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能坚信任何想象的事情，只要你真正感受它，最终都会实现。换言之，你不需要努力去控制结果，也不需要强迫自己每天持续重复冥想或念肯定句。只要在入睡前进入这个 alpha 与 theta 连通的状态，
用内心真实的感受去塑造状态，你的潜意识就会自行开始显化工作。这个方法不仅符合现代脑波科学，也与我在其他影片中介绍过的灵魂是透过感受表达创造力的核心概念完全对应。感受、想象力与潜意识三者在这个黄金时刻自然融合，显化不再是努力的结果，而是你本质的映射。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探讨感受喂食模式真正的秘密，并连结内维尔与灵魂的语言观点。这一段将帮助你理解，喂食膜外在的现实其实只是内在状态的映射，而你掌握的关键始终在内在感受。我们已经看到，内维尔非常强调想象力与入睡前的潜意识重塑，但他为什么说感受是显化的秘密？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心灵鸡汤，而是有深层逻辑的。首先，我们需要理解感受和思考之间的差别。思考是小我用理智解读现实的方式，它分析、比较、计算；感受则是灵魂在内在传递讯息的方式，它不讲对错，不论未来，只是直接呈现你内在状态的真实频率。灵魂不是用文字或语言沟通，而是用感受。我在先前影片中已有明确介绍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我在本片片尾及下方说明会附上连结。也就是说，你的每一个感受都是灵魂在表达自己目前的状态，也是你与宇宙互动的桥梁。这也意味着，显化的核心不在于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而在于你感受到什么。在对照内维尔的教导，当你用想象力去感受自己已经拥有某件事物时，你的潜意识就把这个状态接受为真。这个接受是无法用逻辑或努力强迫的，它只能透过真实的内在感受来建立。因此，感受本身就是显化的燃料。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小我可能会觉得我要财富，我想显化一个理想的生活。但如果内心带着焦虑、缺乏或怀疑，那潜意识只会映射这些负面状态。内维尔的方法则是让你在深度放松、接近睡眠的时刻，以真实感受去感知自己已经拥有的状态。这种感受是潜意识无法抗拒的真实信号。再对照本频道长期建立的完整显化模型结构来看，第一，破除小我，专注当下；第二，当下状态便能连结高我与宇宙合一；第三，此时共识性将会自然展开，吸引各种机会与巧合；第四，现实塌缩成你内在状态的外在现实映射。我们就能看到，内维尔的感受是秘密，其实正是本频道显化模型中最核心的那个步骤。它把我们从小我思考、控制、焦虑的模式中解放出来，让潜意识、灵魂与宇宙的创造力能够自然同步。举个例子，如果你想显化财富，小我可能会想着，我想存到100万，或我要升职加薪，但这样的思考往往带有焦虑与压力。而内维尔教的方法是，在接近睡眠时，感受自己已经拥有财富的自在与喜悦，就好像你每天都在体验这个状态一样。这个感受是灵魂的语言，也是潜意识能接受的唯一方式。你不用担心技巧或外在方法是否正确，只要真实的去感受那个已然成真的状态，显化的进程就自然启动。这一段也提醒我们一件事，内维尔并没有强调要破除小我，但在实践中，你的内在状态必须暂时超越小我对现实的抗拒，因为只有当小我安静下来，灵魂的语言、感受才能被听见，才能在潜意识中扎根。总结来说，感受是秘密，也是显化的核心。它是你灵魂与宇宙对话的语言，它是潜意识最直接的接受讯号。它不是想象或努力的副产品，而是创造的源头。而掌握这个秘密后，内维尔提供的技巧
入睡前观想，想象力运用就成为了潜意识的高效工具，让你能够把这股感受转化为外在现实。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真正的想象力为何不是小我的臆想，而是神性赋予我们的创造力。这是最后一段，也是把所有概念整合成可操作模型的关键。到这里，我们已经理解了内维尔的核心。第一，显化不是努力，而是内在状态的映射。第二，感受是灵魂的语言，也是潜意识最直接的讯号。第三，入睡前的 alpha 到 theta 状态是潜意识最容易接收、塑造的黄金窗口。那么最后一个关键，想象力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内维尔一直强调它的重要性？很多人一听到想象力，会误解成小我臆想、幻想，或者只是白日梦。但是内维尔强调的想象力与这种随意的臆想完全不同，它是一种神性本源透过我们运作的内在创造力。你可以这么理解，小我想象力是基于焦虑、渴望、比较、控制，往往带有限制与不安。然而真正的想象力是进入深层潜意识前的纯粹状态，没有抗拒，没有怀疑。它是神性本源透过你，将内在意识的状态映射到潜意识，最终影响外在现实。内维尔教我们在这个状态下放松小我，超越现实的限制，然后用想象力真实感受已经拥有的状态，不是用理智说服自己，而是让潜意识接受这个状态为真。再用本频道的显化模型简单解说，就是破除小我，临在当下，连接高我与宇宙合一，感受已然拥有的状态。潜意识重新塑造内在状态，共识性塌缩现实。内维尔提供了操作心法，让这个流程在心理与脑波层面都可以实践。这个操作心法我会在之后影片中完整解析。举个简单例子，假设你想显化爱情，小我可能会一直担心我会不会有人爱，或是我还没看到结果。而真正的想象力是在入睡前用感受去体验完全被爱的自己。我是值得被爱，值得拥有幸福的自己。我感受到完整，不再有孤独，不再感受到孤立的那个圆满的自己。这个感受像指令一样写入潜意识，而潜意识不会区分现实还没发生与已经发生这两种状态，它只接受你当下的真实感受。随着时间，外在现实将自然塌缩成你内在状态的映射。更进一步来看，这种想象力不是单纯技巧，它是一种与宇宙合作的方式。神性本源透过你感受世界，给予你创造力。你的感受就是接口，潜意识则是接收器。想象力是讯号，外在现实则是回应。所以，内维尔强调的入睡前观想，不是魔法，也不是催眠，而是一种科学与灵性兼具的方法。它利用脑波特性、潜意识运作与灵魂的语言，让创造力自然而然的流动。这就是内维尔所说的感受是显化的秘密，也是你既有显化模型的延伸。它不是努力，不是焦虑，而是神性本源赋予我们最纯粹的创造力，在内在完成，最终映射于外在。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喜欢的话请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再见。